耶！欢迎来我们家玩，就是跟你分享我们的实验的结果。这也是玄关区，有没有觉得很美？然后呢，待会你的东西就可以放在这边，这边是客厅。我们希望可以让客厅就是成果，就是希望让客厅看起来很清爽，然后把收纳极简化，让客厅就不会有太多考验人性放杂物的地方，然后可以很享受。然后这是我们新完成的斯曼特的主墙，然后它是一个新的颜色，有点奶茶色，然后呢又有点洞穴风，蛮舒服的。然后这是我们工作区，我们常就是在这边写稿啊，然后剪辑。对，好，那你一定很好奇，那我们家的东西都去哪了，对不对？你会不会很好奇？好，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东西都去哪了，跟着我来。有没有很期待？好，噔噔。这一间呢，就是我们的多功能收纳室，它兼具了更衣室，把衣物都放在这边，然后还有我们的储藏空间都在这里，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就是让所有的东西呢都在同一间，所以如果要找东西、要收东西、要整理，也都是针对这一间来整理就好。那假设你今天真的很累、很烦，不想整理，你就直接把这门关起来，等到你心情好了再来处理。在影片中会分享到我整理的过程，就是我把我们家所有要收纳的东西全部都堆在我们家客厅，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IKEA 我很爱用的这个柜子，它到底多能收。那这就是我的成品，对，像是这些文件啊、书都在这里。那其实像文件会有点颜色都会五花八门，所以呢，我就会用这种盒子，让它看起来比较统一，然后做一点这个分类。对，像这个也很明显，你看这个，超乱，可是呢，这样子收起来就不会很乱了。然后这个 IKEA 9宫格柜，我很欣赏它的是，它在装书的部分非常能装。你看，像它这边就可以放2层书，所以有一些你比较少看的书可以放后面，常看的书放前面。对，然后我的一些物品就是收纳在里头。收纳道具可以以同色系为主，像我就是以白底，然后黑色的图案为主，然后这图案可以用来做一些辨识，甚至你也可以像这样就是做标签，对。然后就是这一区就是化妆品啊、打扮用的道具，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文具区，所以我们家文具都在这里。好，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工作的，像是油漆啊、P 图啊，工具都在这里。那这是我的香氛装饰品，然后这里是一些清洁用品，然后这里呢也是一些清洁用品类的。那这一区呢，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可以作为床头柜、躲梁，也可以用来做收纳的。那这一区的东西是我本来就已经整理好，就是它就是用来放一些比较软件的东西，比较布品的东西，像是窗帘啊，然后那个棉被，就是那种床单、枕头等等，然后还有一些装饰品，然后分门别类，也是一样用同样的色系来做。好，然后这边就是衣物区，我们用的就是 IKEA 的那种开放式的衣柜，然后其实里面呢衣服就是很多颜色嘛，但是呢就用一个窗帘杆子，然后把它就是做一个窗帘布帘把它盖起来，这样子就会看起来就是会蛮整齐的。偷看一下，这样好。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镜子，我觉得那个室内有一个镜子还蛮好。这镜子啊，就是会让整个空间会看起来比较大。对，好，那这就是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有没有很酷？其实收纳空间就是可以，就是尽可能的利用嘛。像柜子的上面都会再放一些
就是分类的东西，像这就是我的花瓶啊、盆器，然后这边还可以再继续放，这样收纳空间就会比较够一点。好，欢迎请坐，然后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完成这样子的作品。嗨，我是好事生活可可潘。前阵子呢，为了要了解大家在居家规划上面会遇到的什么困扰，所以呢，我就做了免费的咨询，然后就了解了很多朋友们家中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觉得家里怎么就是好乱哦。那如果都把那个凌乱都关在某一个房间里呢，这样子对大家而言其实比较轻松，因为如果家里要乱，就只有乱那一间。那如果我今天上班比较累，或是心情比较不好，不想整理，我就可以把那个门关起来，让自己休息喘息一下，等到我真的调整休息够了，我有心力了，再去整理那一间就好，而不会你眼目所及之处全部都是乱的。所以呢，我就把这样子的策略实践在自己家中，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做墙面还有整个客厅的美化收纳的精简。那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施曼特墙怎么做，那一起来看看它的改变吧。好，那看到我们施曼特漆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个墙面，其实它的纹理感没有像深色系这么的明显，但是呢，它真的会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很像那个奶茶，它有奶茶色，然后感觉很像洞穴风，就还蛮舒服的。再来呢，我们也把我们上一集做的 IKEA Hack 的玄关柜放在玄关的位置，然后并且买了一束花，然后放在玄关处，觉得哇，打开门就觉得超美的，然后回家就有一个很美的景象在迎接着我们回家，真的会心情很好。再来，你看你们家客厅东西那么少，那东西去哪里了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的收纳实验。我会把所有家会收纳的东西都堆在我们的客厅的地上，然后全部抖出来，然后呢，最后呢再来实验看看我的收纳空间可以足不足够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容进去。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一个实验呢，就是要来看看我常常在推荐的这个 IKEA 的9宫格柜 Kalas 系列到底多能装呢？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实测我们家的4x4的9宫格柜，一共16格的，它到底多能装？那我把我们家所有要装的东西都把它摊在这里咯，非常的血淋淋。然后呢，我们就要来试试看怎么样装可以把它装到最满，然后也可以看它的极限在哪里。请大家一起见证这个神奇的时刻，我也很忐忑，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在一开始以前要先讲，就是9宫格柜它本身就是空的柜子，只有一个框架，所以呢，原本柜子就有加购了一个门板跟2个抽屉，已经都装上去了。另外呢，在9宫格柜，我们还准备了像这样子的30x30的这种收纳的袋子，然后里面铺了这个纸板，让它可以比较扎实，底会比较不会那样子往下凸出来这样。然后还有去大创补了一些货，像是这样子的，这样大小的一个IO夹的这种盒子，然后可以把东西分门别类在里面。所以呢，待会大家就跟我一起来整理家吧，看看它多能装。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里面空空如也的样子。好，这就是我们家目前9宫格柜的状态。好，然后它是147公分乘147公分。对，那我们今天就要看它到底可以装多少呢？从上到下哟。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在这个千头万绪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整理这些东西呢？第一个呢，就会按照类型，像我们家有书啊，然后文具，然后一些杂物，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工作上会施工的一些
这种工具类，我会把它分成这几大类，然后还有一些是很难分类的其他，所以我们就针对这几类呢，就开始来做分类。这样子呢会比较有头绪，知道说要从哪一类开始，所以你的那个脑筋里头就会开始 search 考试书，你就开始去找你的书，然后就把书搬进去这样子。那我们就开始吧。还蛮厉害的耶，就是大部分的东西都进去了，我还有那个抽屉还没放进去东西，所以其实还蛮能放。然后这边原本的书啊、杂物都进去了，还不错。老公这一次的改造呢，就是让客厅的收纳变得比较精简这件事情，你觉得有什么感觉 ？Before After 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原先餐厅是拿来当做一个收纳的区域，那其实客厅的确真的使用上其实真的都不太会乱，有些东西其实都会放到那个餐厅的部分，然后客厅其实在这边办公啊，都会觉得很一目了然，除了台面上就是桌上的东西嘛，那其他地方就是比较有宽敞的感觉。那现在呢，餐厅的东西收纳空间也挪到了房间之后，就会觉得整个空间感又大了2倍。对，然后就会在这边办公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啊，会觉得好像来到就像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那个大厅一样，然后会一种就是有一个主题感的感觉。对，蛮舒服的。而且我在看我之前传给咨询的朋友看的影片啊，以前我们的那个餐厅区那边是有放一个9宫格柜嘛，然后客厅就一直都是精简这个收纳空间的部分。然后那时候我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看起来，那时候已经觉得有点整齐了。然后只是乱在那个收纳区那边，然后那收纳区真的就是那时候看是有点乱，现在前后比较之后就发现，哇塞，那时候收纳区真的非常乱。把它放到就是一个储藏空间房间之后，那一区整个就是变得非常的清爽。然后那个9宫格柜重新整顿之后，也觉得非常就是比较整齐，对不对？不会感觉超乱的。对，那你觉得这样子前后？你觉得就是生活在里面的心情如何？感受如何？当你的视野开始开阔起来，你的心也开阔了起来。然后当就是视觉上的杂物不会太复杂，不会太多，不会太乱太多的时候呢，其实你也会觉得就是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单纯，然后也会觉得可以专心在一些自己感兴趣或者是想要专注的地方。对，我是觉得还差蛮多的。对啊。我们之前都是帮别人用那个斯曼特，然后这次是用在自己家里，而且是用那个一个新的颜色。对，那你觉得你做完以后，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差别感受？就是因为其实斯曼特啊，它之前都是出比较深色系的，可能跟它本身的材质也有关系。那我们这次用的是它最新出的一个比较浅色系的一个奶油色，香草奶油色。然后其实它和白色是还蛮接近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一种跳色的感觉，但是又会有一种渐层的感觉。那其实跟白墙很不同的点是在于说，它感觉你手是可以伸进去的，就是感觉它视觉上又有一种延伸感。对，就是有一种类似玻璃或者是镜子的那种，就是可以穿透的感觉一样。对，可能跟它的斯曼特一个纹理感也有关系，你会感觉好像有点像水波的那种感觉，是可以穿透的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是
就是我们平常不会盯着一面白墙去看，可是呢，其实斯曼特其实在施作完以后，特别是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沙发后面，可是对我们的书桌、工作桌来讲，我们是面对的那个斯曼特墙的。我会觉得有一种好像如果在想事情望着它发呆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种很欣赏一个艺术品的感觉。有时候太人工的东西，像是全白啊，或者是太完美的东西，会觉得匠气太重。但是这种有一种侘寂啊的纹理感啊，或者是接近大自然那种，就是做不出来的一种自然的感觉，就会你会有灵感跑出来，而且也可以真正达到放空的效果，不会说太人工的东西就有点像有点压抑、有点监狱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它在实际上看是有点奶油色，可能在镜头前面看起来会比较颜色比较深一点，但是事实上它是蛮浅的奶油色，然后它还会营造出一种洞穴感。对，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尝试这种洞穴 feel 的，觉得住在里面应该是很舒服，有想要把全室都漆成这种，有一种莫名冲动，甚至搭配一些圆弧的东西，会感觉很有洞穴 feel。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来自人类原始的安全感。对，原始生成的一种就是很自在的感觉。老公，那你觉得每次我们在做这些改造的时候，其实都还蛮累的？那在那个辛苦的过程之后，心里头是什么感受？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就是关心一下生活的一个环境。那空间其实也是会随着生活的不同的心境，然后其实都会一直想要去做调整，不太可能会说一次把它用好，然后就住个5年啊、10年啊，甚至可能住一下，其实你都会想要去摸个几下，去稍微变化一下，你会觉得比较和环境有一种协调、动态的平衡啊，这样子。就是其实是环境在适应着我们的生活步调的感觉。对对对，不会无聊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这次其实这样子空间规划，就是这一区就是一个开阔的一个可能全家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在这边放松，可以在这边办公，那睡觉就在到房间。那其实大家也是会每个空间用每个空间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主调，对，主调，然后收纳的地方就收纳，都有它的方式，然后这样子我是觉得就更让人可以放松，觉得在这个地方就很容易达到某些效果。假如你到一个空间，你看到电视，你就会想要看电视，会有各种提示，对吗？原子习惯那本书有说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应该会越来越多人都会留意这方面的。一些家庭可能人员数比较多，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尽量去做到一个空间上的一个归类，不会说都混杂在一起，某个地方就是做什么公用，某个地方就是收纳一个休息啊，或者是大家可能按木桌、办公间一起吃饭啊、聊天的地方啊，这样子，我觉得尽力做到这点，空间上居家规划，大家也会更明确、更美，自然会更整齐。其实呢，未来我们也有进一步的计划，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家庭。近期啊，透过很多资讯，渐渐的可以了解到一般人对于居家的困扰，其实不外乎收纳或者是空间风格的一致性、协调性啊，或者是其他具体或细节的问题。我们会开设一套针对这方面实际可以去解决大家面对到问题的实用的一些解决方式。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接下来会推出的线上课程。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喜欢这样子实用的资讯，欢迎订阅、按赞，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我们几天后再见，拜拜。拜拜。